白银之城是一个概念意义上的好游戏，至于实际上哪里不好，我们后面再说。先进游戏，白银城，你的城主回来了。都玩这个游戏了，取名当然得叫拉比零四啊！至于你，那只能是路过的勇者了。剧情还算简单，主角是个大名鼎鼎的侦探，被卷入一场刺王杀价的阴谋中，途中失去了搭档，背负了背叛的嫌疑，离开了白银城3年，然后又因为一些棘手的案子，白银城内发生了大爆炸，人手不够，于是这位侦探就被叫回了白银城。调查中发现，这棘手的案子出现了射杀自己搭档的子弹上相同的图案，很有可能和当年害死了自己搭档的事情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以此展开的变革探案故事。但我真的很想吐槽，你把这人写死就写死吧，结果在那阴魂不散，这赛博男鬼时不时还要冒出来一下，一个角色该下线就下线吧，求你了。后续在白银城中的探索就是招募助手、调查案件的路数，光看这个描述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维多利亚风格的街道，因为去城里那一天正在举办庆典，所以空中还飘着彩带，但哪怕我画质拉满，显卡也没怎么响，也完全不卡，这优化那是真优点。美术方面也相当攒劲，有一种要给你造奇观的感觉。当时开场 CG 中飞在天上的大金鱼着实给我惊了一下，不是这金鱼在天上飞，而是这个金鱼做的非常细致。游戏中的第一场 BOSS 战，当时那个出场方式，我只能说那是相当惊艳。流动的白银逐渐形成2个颜色对应的人体，一边互相厮杀，一边对玩家这边发起攻击，和以往2游那刻板印象里 BOSS 登场给个特写再嚎一嗓子的出场方式差别巨大。游戏中给的移动方式是一匹马，流动的白银塑形成的马，作为一个免费载具无可挑剔，那是真的帅呀。这个画面好到了什么程度，我在进游戏之前就选择了音配，但是很可惜，这个画面似乎和音配不是那么的适配，看着总有点扭捏，感觉这个语音和其他音效不在一个图层里。到我能进系统设置的时候，我就把语言切回了中配。 UI 方面我只能说这个 UI 还得改，但作为2侧来说，很多缺点都瑕不掩瑜吧。主要是这个按钮，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动播放剧情，但不是，这个按钮是跳过剧情，甚至点下去连个确认是否要跳过都没有。所以你们在这个视频一开始看到的就是我取名字的环节，其他地方的 UI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然后是玩法，战斗玩法上有格挡、闪避2个规避伤害的方式，我用的键鼠玩的。按键是这样的，鼠标右键是格挡，当敌人亮起黄圈的时候可以格挡，左边的 Shift 是闪避，敌人亮红圈的时候按左 Shift 可以闪避。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那个堪比音游的红黄圈连招我就不提了，那个反而很好反应，但体感上每个圈留给你的反应窗口其实很短的，除非你攻击的时候全程在那盯着出招，体感上还有些圈亮了之后你反应了，但是攻击却没有来，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优化。养成系统没什么好说的，但凡玩过2游都知道这个养成系统是干啥的。剧情上的玩法有2个，一个是可以观察别人，一开始是观察招来的助手，就是作为一个侦探观察别人的细节，推演对方的身份，就像福尔摩斯初见华生的时候通过一块表推断身份一样。这个观察玩法很鸡贼，你在初次收集线索的时候，它只让你上下滑动，以至于很多地方你是看不到的。我以为可能就是为了限制视角故意搞成这样的，毕竟玩家是自由的，什么视角都有可能给你搞出来。但是我错了，当你完成了收集线索的观察后，点这个继续观察，你就可以解锁背后视角了，不再是 WS 移动镜头， WSD 都能转。而这我观察到了第3个角色后才发现，直接一个少玩5块钱。剧情上的另一个玩法是整理线索，你会有一块板子，每次有了线索都会进这个系统里，然后等剧情来到阶段性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线索整理一下。看着好像是没什么用了，但这个做法真的很有我在当侦探的感觉，代入感拉满。说实话我没有玩太久，从录制的素材来看我应该玩了3个小时左右，但好像除了完整的剧情，该体验的也都体验了一下。可是你要问我公测的时候会不会玩，那我只能说很难了。接下来就是给你们证明我没收钱的时间，是关于这个游戏的坏话。众所周知啊，这个游戏传出来过非常多的留言，说是因为某书的舆情而改动了游戏里的内容，所以就会有一个印象，这游戏它不向着咱们呢，但又能在游戏里看到非常多目前还没有和谐的比较露骨的表达，以至于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游戏到底是准备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真说这游戏媚宅吧，那确实很多角色做的都
都很风韵犹存，但在他们一测后的各种行为来看，他们第一波的目标似乎就只是某书的用户，努力的方向好像就是下一个无期迷途。这种割裂感就类似于我在玩游戏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反复横跳，哇，这个游戏做的真不错哎，哇，这个游戏还有整理线索的玩法哎，哇，这角色有点好看啊。这是感性的想法，但理性告诉我，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会因为某书的议论而修改。还有一点让我有违和感的就是，这个游戏的战斗难度并不算简单，就是那个反应闪避和格挡的，更加深了我对于这游戏到底是要面向哪部分玩家的疑惑。那么就把我在第一份调查问卷里写的话作为结尾吧，希望你们别看某书改游戏，因为这个而流失的原本准备玩你们游戏的用户比你们想象中要多得多。你们在一测的时候改游戏的行为几乎传遍了我每个 QQ 群，现在所有人看到我今天发的游戏截图都在说游戏是挺好的，可惜努力错了方向，不打算玩。现在的玩家看到你和谐一些露骨内容，只会觉得你是无奈之举，这是现如今玩家的思维惯性。但当大伙儿看到的是某书上提出意见没多久，你们立刻跟进，玩家会直接把你们定性成不准备参考其他平台玩家的意见。希望你们能看到洛克王国手游的下场，同时提醒你们一下，乐元素是没有洛克王国那么庞大的用户量的。你觉得你能从开心消消乐里转化几成的人过来，又能留住多少人呢？最后再说个彩蛋，这个角色在登场的时候有哼唱卡门，当然这首曲子本身就很符合这个角色的外观啊，可能都未必是彩蛋。而我为什么说彩蛋呢？因为乐元素旗下有一个虚拟偶像企划叫战斗吧歌姬，当时还活着的时候，圈内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梗，就是李青歌唱卡门，当然这也未必是彩蛋，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那么我是凯基，我们下期见。